随着特朗普政府倒向俄罗斯以及美俄会谈的展开，直接让欧洲吹响了集结号。2月17日，法国总统马克龙牵头，邀请欧洲国家首脑及欧盟和北约领导人在巴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，并达成共识，停止与美国情报分享，组建独立部队，以及商讨如何支持乌克兰，并加强其谈判地位，以便让乌克兰能够对美国说不。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，如果美国不再是可靠的安全保护者，那么他们必须自己站起来。根据流出的消息显示，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一支2.5到3万人的维和部队，其中英国军队将负责基辅和乌克兰北部地区安全，释放拱卫基辅的乌军第9军和第10军赴前线作战。英国首相塔斯默表示，已做好了派遣军队的准备，同时努力调节与美国分歧。法国可能会派出近1万人军队赶赴乌东，虽然不会驻扎在接触线上，但如果俄军重新发起攻势，将随时准备展示武力。德国军队负责乌克兰中部地区安全，莱茵金属集团负责人阿明·帕佩格表示，将全力供应155毫米炮弹和其他弹药，以及山猫、黄鼠狼等步兵战车。据悉，如今莱茵金属在乌克兰的武器生产量目前已超过本土3倍。波兰由于接壤，因此其30万大军将负责乌克兰西部安全。这个任务并不轻松，一来，热舒夫是欧洲向乌克兰援助武器的中转站，可能会成为俄军重点打击目标；二来，美国一旦选择撤军，波兰还将制衡10至15万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联军。不过，一旦波兰选择帮忙，乌白边境至少能释放10万乌军出来。南部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国的军队则负责敖德萨、尼古拉耶夫等黑海地区安全，必要时封锁黑海与克里米亚周边，释放乌军南部战区，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7万防御部队。最后，北欧5国和波罗的海3国负责封锁波罗的海和加里宁格勒。意大利、荷兰、捷克等国军队将作为预备队，随时准备投入。总之，在欧洲力量和乌克兰的80万军队面前，俄罗斯的胜算为0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居然在这时候建议部署更多的欧洲之外的军队，甚至包括巴西等国。美方称，这些部队将驻扎在最终的停火线上，以起到缓冲作用。其副总统万斯称，仅由欧洲人组成的军队是无法有效阻止俄军攻击的。但此话一出，引发了外界争议，因为此前万斯才刚强调不会向乌克兰派遣美国部队。如今欧洲已经有声音决定出兵，既然美国你不准备出兵，凭什么指手画脚？如今的乌克兰实际是在为整个欧洲抵挡俄罗斯的威胁。不管是为了继续消耗俄罗斯，还是帮助乌克兰获得优势谈判地位，现在的欧洲都必须支持乌克兰。除了上述的军队外，欧洲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。据彭博社报道，2月17日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透露，欧盟正在准备一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援助方案。据悉，这项援助方案的金额可能会达到7000亿欧元，远超现在欧洲对乌克兰的军援总和。截至目前，欧洲已向基辅提供了1340亿欧元的支持，其中光德国就提供了440亿。他们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仅次于美国。在德国政府更新的军援清单中，过去5周共向乌克兰援助了5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、2000枚122毫米口径炮弹、28万2000发35毫米口径炮弹、4辆祖扎纳2自行榴弹炮，以及大量导弹、无人机、车辆和其他装备，并且伴随2月23日德国大选临近，亲乌克兰的梅尔茨极有可能将成为下届德国总理，一旦他当选，可能就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。希腊方面，据《世界报》披露，其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已退役的全部32架 F-16 Block 30，同时完成本国空军的迭代升级。去年，希腊就和美国签署了采购 F-35 的意向书，当时希腊就准备将剩余的 F-16 送去美国进行现代化升级，而且透露了要提供给乌克兰的意思。如今有这样的消息流出，可能是希腊已经意识到欧洲真到了要靠自己的时候了。截至目前，欧洲各国一共向乌克兰承诺提供近70架 F-16，且已经交付了相当一部分。而通过战场表现，乌克兰有意加大 F-16 参战频率。为此，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宣布，向乌克兰提供2套 F-16 模拟驾驶器，帮助乌克兰 F-16 飞行员进行日常训练和维持飞行水平。此举使得乌克兰 F-16 训练设备增加到4部，训练效果有望增加2倍。除了模拟器以外，加拿大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4.4亿加元的军事援助。同时，加拿大将向捷克购买约2亿加元的弹药，然后再转交给乌克兰使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不反对欧洲国家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，这对乌克兰是一件好事。这意味着特朗普即便不援助乌克兰，乌军依然能够继续获得美制武器。至于欧洲自身安全，很幸运，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内都已经意识到了安全的重要性。
反映在军费上，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月12日发布的军事力量对比2025显示，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比2023年增长 9.9% 至 2.4327 万亿美元，创造历史新高。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，所有区域均有增加。占比 40% 的美国达到9679亿美元，比上一年增长 5%， 这主要源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。欧洲军费受俄罗斯威胁影响，支出共计4573亿美元，增幅达到 16%。尤其是德国，军费开支增长 28%， 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大军费开支国。在全球范围内，德国也仅次于美国、中国和俄罗斯，位居第4。英国和法国分别增长 8% 和 7%， 而俄罗斯2024年的军费开支是2020年的 2.8 倍。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，实际上达到了4620亿美元，占到了俄罗斯 GDP 的 7.5%， 政府财政预算的 40%。虽然报道预计俄罗斯在未来几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还会继续增加，但受战争影响，俄罗斯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，脆弱的经济无法让俄罗斯长期保持高军费开支。欧洲则没有这方面担忧，虽然2024年的军费开支没有俄罗斯多，但其拥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欧洲的经济规模决定了在整体上对俄罗斯的优势。现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解除军费上限，同时提高国防工业生产能力，并完善相关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供应链，且增兵趋势走强。这一点可以从欧洲军工股这2天大幅上涨可以看出。受到欧洲可能要单独援助乌克兰以及大规模重建军工业的刺激，莱茵金属在法兰克福上涨了 9%， BAE 在伦敦上涨了 5%， 泰利斯在巴黎上涨了 4%。欧洲航空航天和国防指数则创了30年以来的新高。还是视频开头那句话，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，如果美国不再是可靠的安全保护者，那么他们必须自己站起来。据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，近日西班牙纳凡蒂亚造船厂与欧洲空客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，旨在将斯塔普无人机整合至西班牙海军胡安卡洛斯一世号2栖攻击舰上。该舰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好的口碑，例如澳大利亚2艘堪培拉级2栖攻击舰和土耳其阿纳多卢号2栖攻击舰均在其基础上改进设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土耳其还在2023年将阿纳多卢号2栖攻击舰改装成全球首艘无人机航母，并于去年底完成 TB3 无人机在该舰上的起降测试。在该舰的改装过程中，土耳其选择性地增加了专用控制站、超视距卫星通信终端、用于将无人机运送到起飞位置的滚轮系统，以及无人机的发射装置、阻拦装置系统和安全网。而此次西班牙推动的斯塔普无人机上舰计划，正是借鉴了土耳其这方面的经验。根据协议内容，这次整合工作将包括确保斯塔普无人机能够在胡安卡洛斯一世号2栖攻击舰上顺利起降，并融入该舰的指挥控制和战斗管理系统，以实现全面互操作性。虽然目前斯塔普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勤监侦任务，尚未推出武装版本，暂时无法替代舰载战斗机，但如果该机能够成功整合至胡安卡洛斯一世号2栖攻击舰上，将为未来更先进的武装无人机上舰积累经验。此外，西班牙之所以推出这项计划，主要有2方面原因：其降低采购成本。胡安卡洛斯一世号2栖攻击舰目前搭载的 EAV-8B 喷气式飞机，其服役已超过40年，按计划将于2030至2034年退役。在西班牙原本的规划中，后续将换装为具备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的 F-35B 舰载机，但由于 F-35B 造价昂贵，再加上西班牙政府财政紧张，使得该采购计划一再推迟。因此，如果这项无人机上舰计划能够成功实施，可使西班牙既能维持胡安卡洛斯一世号2栖攻击舰的战斗力，又可大幅降低采购成本。其二，顺应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发展趋势。目前，世界多国正持续加快无人武器的研发部署，并且加紧组建专业化、规模化的无人作战部队，促使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模式成为了部署无人武器作战的重要方式。因此，西班牙的这项计划旨在构建该国未来整体的作战体系，其中有人舰载机将负责主攻，无人机编队实施侦察和后续打击，而直升机则负责输送海军陆战队等后勤任务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欧洲的反应有什么要补充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再见。